大家好，我是来自启效实验室的范雪伦。在炎热的夏季里，想和大家一起来做一个关于发酵秋葵的小实验，并且分享我在使用卤水腌制法发酵时累积的一些心得。为了方便发酵少量的秋葵，这次我使用了酱料瓶来发酵。瓶子本来有个方便倒酱料用的矽胶软盖，取走之后虽然还是盖得起来，但无法密合，刚好可以方便排气。这次我们就尝试用这样的瓶器来发酵看看。一样用食品级的酒精好好消毒瓶器之后，就可以来处理秋葵了。秋葵表面有细细的绒毛，一般会先处理过再料理，口感会比较好。但如果是拿去发酵，绒毛在这过程中会被软化，我们就不用特别去处理它，这样也可以避免损伤秋葵的表皮，造成黏液快速释出，口感会反而变得不好。再来去除蒂头还有硬圈，这两处的纤维感比较重之外，也比较容易藏污纳垢。去掉之后，成品的风味会比较干净，夹出来也就可以直接吃。建议入罐前可以先做这样的处理。接下来我们就直接把秋葵塞进瓶子里，尽量塞紧，因为秋葵比起叶菜类比较不容易出水，另外也不太适合大力揉研，会破坏口感。在做发酵时和豆类一样，会使用直接浸泡在盐水中的卤水腌制法。卤水盐度的计算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是总量计算法，也就是用蔬菜的重量加水的重量作为基础来计算用盐量。假设你希望做 2% 盐度的发酵，那用盐量就等于蔬菜重量加水的重量乘以 0.02。 卤水一开始的盐分浓度会比较高，但随着时间过去，盐分会在蔬菜和卤水之间逐渐达到平衡，最后整罐的总盐比例就是 2%。 第二种是水重计算法，这是用水中盐分重量的百分比来计算卤水的盐度，也是我比较习惯的方法。这种算法的好处是能确保蔬菜从一开始就浸泡在我们要的盐水浓度中。像今天我想要比较 3% 和 5% 的盐度环境发酵起来会有什么不同，就完全不需要管蔬菜到底有多重，直接投入目标盐度的卤水就可以了。你会明确知道蔬菜是在多少盐度的卤水中开始发酵，而发酵初期的环境盐度影响是最大的。当然之后随着秋葵的水分释出以及盐逐渐渗入后，卤水的盐度会被慢慢稀释，稀释速度的快慢会和菜的种类、环境温度以及瓶子里面菜与卤水间的比例有关。自家发酵不容易每一次都复制一模一样的发酵环境，因此卤水适当的盐度比例也没有标准答案。真要给个范围的话，3到 5% 之间的卤水盐度是比较万用的范围。低于 3% 的话，发酵速度在夏天会比较快，成品风味会比较重，也比较不适合出水快速的蔬菜。高于 5% 的话，这咸度要直接吃就会比较挑战，看用途也许会要冲洗过才比较方便食用。今天的2罐秋葵分别使用了 3% 与 5% 的卤水浸渍。我们家是全开放式的厨房，有开冷气时温度大约落在25到26度间，没开的话最高温会到29度。但即使是在空调环境中，你可以看到当天才过了2小时就有细小的泡泡产生，已经出现发酵启动的迹象，非常快速。夏天环境的菌相与风土并不是开个冷气就能改变的，而这也是发酵有趣的地方。第二天卤水酸化的影响下，秋葵的鲜绿已经大部分都开始转成黄绿色，外观上不太容易观察出2罐的发酵进度有什么差别。另外2罐目前闻起来酸味都还不是很明显。第3天看得出来产气的高峰期到今天已经明显结束，这时通常代表环境的 pH 值已经显著下降。2瓶打开来闻闻看，果然酸味都出来了，尤其是 3% 卤水的这罐，明显闻起来酸很多。第4天的下午，这时候已经观察不到任何的气体产出了，代表已经进入发酵的中后期。
这阶段菌相逐渐转向以同型发酵的乳酸菌为主，代谢的过程中主要产生乳酸，产气量变得很少，所以罐内看起来就变得很安静。打开瓶盖确认一下气味，你也可以试吃，只要确定酸味明显就可以转入冰箱保存了。在冰箱冰了1天后，先来试吃看看。发酵秋葵冰过之后，风味会变得非常清爽，直接吃就很美味。先来试试 5% 的版本。再来是 3% 的版本。不知道大家听不听得出来，5% 版本的秋葵明显吃起来清脆许多，这是因为盐能强化蔬菜细胞壁中的果胶结构，盐度较高，就更有机会在发酵的过程中保持清脆的口感。酸度的部分差别其实不大，而且其中一瓶加了1片高丽菜叶，也不太适合直接比较。不过5% 的版本吃起来酸度比较明亮、干净，也细致一些。炎炎夏日提高盐度，看起来对放慢发酵速度还是有起到帮助。发酵秋葵是夏日的解腻圣品，像今天煎了鸡排和蔬菜，配上一点发酵秋葵，就能让料理瞬间变得爽口，也更开胃。希望这道美味的发酵配菜也能成为你餐桌上的常客。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内容，我是来自奇效实验室的范雪伦。希望你今天也吃得很好，我们下次见。